大家晚上好，我们算是开始今天的直播。几点开始？8点开始，这不就来了吗？等我去发个 Twitter，这个直播开始了，还是要去发一条 Twitter 的。走你！直播，直播开始了。啊，对，然后 Discord。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晚上好啊！哎，我看看，说说猫一杯。哎，不是说了吗？已经录了视频了呀，你没看到吗？还是说有什么别的想法？当然，猫一杯呢，它肯定有后续了。它的所谓的后续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所有账号，对吧？通通都被干掉，然后包括淘宝店，而且它的叫做什么东西？它的这个 YouTube 账号好像被清空了，所以呢，现在怀疑它是不是能出得来啊？这个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人可能出不来了，这个就不好说了吧？不知道。来，换个眼镜儿，咱们，哎，是不是都准备好了？他要赔很多钱嘛？他其实不是赔很多钱，就是在中国呢，现在好多这个真的叫破鼓万人锤。你出了这件事儿，那大家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层层加码，对吧？以前这个疫情的时候都是层层加码，那么现在也层层加码。但是你层层加码了以后呢，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吧？包括他的这个公司，他所有的这些账户有没有合法权益？那么这些权益如果被侵害了，他就应该完蛋吗？对吧？这个其实大家谁也搞不清楚嘛。西瓜准备了，人家都是吃瓜，好吧？搬这小板凳准备吃瓜，还能干油管。我油管他也清空了，他这个就不好说后边能干什么了，对吧？这个真的是，反正这一次有点过分啊。就是你说这个人，对吧？他肯定干这个事儿呢是不太合适的一个事儿，对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说，就真的应该把他都干干净吗？什么也不给他留下？说这个人以后到底以什么为生呢？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好，我去换一个背景。这个我看啊，是的，虽然我觉得很无聊，但是就是这样的。但别封就很微妙了。我觉得封，哎，这事儿的咱们就不想了呗。然后请问一下，我加入 Discord 显示无法接受邀请，不应该哦。这个一般是这样，就是你要先注册账号，然后呢再去点才能够加入邀请。有的人是没有账号是不行。造谣杜撰的惩罚界限太模糊了，是的。而且在中国是这样，就是说你任何人只要是现在，老爷说你有问题了，对吧？然后呢，他就好像彻底没有任何的人权了，没有任何权利了，这个人也不可以发声。猫肯定是恶意的，重庆换煤气表肯定是善意的，出发点不同，是这样的。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
这个上期评论啊，有一个人说了，说老范说蓝领的准入门槛，想到国家消防或者建筑师资格考试，我学霸朋友从事不相干的行业，也考过拿到证了。国内这个内卷是本质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拿不拿到证跟你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有关系没有？对吧？你说你拿到这个证了，你就可以去消防队上班吗？啊，或者说你拿到了证你就可以去建筑师资格去上班吗？这是不行的。你比如说我吧，我呢是有这个叫基金从业资格证，因为你要做基金，你必须有这玩意儿。但是那个东西呢，并不是特别难考。这个以前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考的时候是谁在也在考羽泉，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基金，然后就去考去。而且很多人就是说你有证吧，我就借你的证去用去。所以在中国呢，其实核心还是你整个这个证书的管理有问题啊，所以它就有问题啊，就不行。再往后啊，上汽读评，这个上汽读评里头，其实最后跟很多人在里面写了好多好多的评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抄袭啊。作为一般人，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赞美和美化抄袭。这么赞美抄袭，对你们有好处吗？这个人呢，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首先我们是要承认抄袭这一件事不好，对吧？我在任何时候都在讲抄袭是不好的，我从来没有讲过抄袭是好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抄袭这件事情，你是要有标准的，对吧？我们到底是应该以法律为标准，以道德为标准，还是以你自己看着你觉得为标准呢？对吧？如果是以法律为标准，对吧？昨天吧，应该是保时捷中国区的负责人就讲了，说你这个保时迷你咋看呀？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大家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是共同的，对吧？这个他为什么这么讲？他不知道这个道德上看着很像吗？他一定知道。那么从法律上到底像不像？也像啊。这个东西法律上要求的是这种外观的相似，不是说你必须长得一样，而是什么呢？可以给观看者带来这个叫做混淆，就算抄袭了。但是呢，这位德国人吧，应该是保时捷中国区的负责人，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话，因为他知道他告不赢。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还做这个生意吗？对吧？你以为买小米苏7的人会去买保时捷吗？或者你以为买保时捷的人会去买小米苏7吗？这个还真有啊，现在确实有一帮人开了保时捷去提苏7的人，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它核心还是两个不同的用户群体。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这个做下来，这个显得高风亮节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嘛，对吧？我觉得很多人呢，你不要用你觉得去评判一个事情，也不要用道德去约束一个公司。我从来不赞成任何通过道德去约束商业行为的方式，对吧？大家在做商业行为的时候，我们守法就好了。对吧？如果法律认为这个事儿有问题，他来惩罚这个事情，那我们下次就绕着路走，对吧？我也没说这事儿就不干了，我们绕着路走就可以了。那么抄袭也好创新也好，或者说创新是不是应该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础，对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每一个人，大家还是要去想清楚，说我为什么觉得他在抄袭，对吧？这是因为我单纯看他不顺眼呢，还是真的有什么原因呢？如果你愿意承认说我就是单纯看他不顺眼，那么这个人还有救，对吧？如果你觉得哎呦这个就是抄了，有什么好说的，那么这个人就没救了，对吧？他就已经完全把他个人的意志强加在道德与法律之上了，对吧？你比如说特斯拉，特斯拉早期的那个版本，那叫 Roadstar，你认为那东西不是抄的吗？一样的呀。那么到他那儿为什么就可以呢？因为他是特斯拉因为他后边怎么样了？因为那是埃隆马斯克，雷军怎么可以跟埃隆马斯克比呢？对吧？这个事情他最后不还是说我们没有标准吗？还是一个双标的事情，对吧？双标没问题，我也双标，我承认就好了，对吧？但你不能说你双标完了以后我不认这个事儿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呢？这个我觉得这种人就没救啊。再往后在互联网大厂的人现在有很多羡慕这个好像上次读过了，这个再说一次吧。这个在互联网大厂的人现在很羡慕夫妻小店的这个商业模式至少感觉到价值也有自主性，
不用天天拍老板马屁被 PUA。这个你去问问这些开夫妻小店的人，有多少人说愿意回互联网大厂上班吧？你比如现在我在这儿在家录视频，对吧？我其实是自己录自己的啊，你们爱看我们就多录一点，然后呢，有人骂我，我就把你骂回去，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肯定没有被任何人 PUA 吧？但是其实也被 PUA。我现在是被 YouTube 的后台 PUA，对吧？只要不更新视频，你看那个数据咵掉下来啊，不行，我明天要去更新视频，啊，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如果现在有互联网大厂愿意给我发 offer，我马上拍拍屁股上班去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啊，再往后啊，还有这个是啊，中国新能源补贴给的主是生产环节，而美国、欧洲补贴主要是消费者，啊，这一样吗？这个呢是这样啊，就是美国、欧洲其实很多补贴也是给到工厂的。你比如说他们的芯片制造，对吧？这个英特尔拿了那么多的钱，也是给到生产环节，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然后中国呢也补到了消费环节，因为咱们买电动车也是有补贴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两边没有什么特别大本质的区别，对吧？这个或者说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再往后啊，说为什么中国社会不可能产生重大技术革新？其实根本原因是缺乏创新。从小我们的教育就不鼓励创新，比如说抄论文，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学生会觉得这很羞耻。但是我儿子的论文被我怀疑有一部分是抄袭的，他非常生气，非要我找到出抄袭来源。他告诉我，在他们学校被人指控为抄袭，那基本上是社会性死亡了，相当于中国人被现场抓住偷了同学的钱啊！知识产权保护不可能仅仅依靠法律，还要有道德基础。在一个以抄袭为荣的社会，再好的法律也保护不了知识产权。海盗以抢劫为荣，再好的私产保护法律也无法保护海盗自己的财产安全，所以海盗不得不把抢来的财产藏在山洞里啊。这个人的思路呢稍微有一点点奇怪啊。这个这么讲吧，中国呢现在我们要承认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这个事儿是现实啊，这个一定要承认。第二个呢，我并不认为说我们教育是不鼓励创新。我们的教育呢，实际上是不鼓励思辨啊，不鼓励你去进行逻辑的批判，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批判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当你不可以去进行逻辑批判的时候，这个创新自然而然就被消灭掉了。至于抄论文这件事情，在中国也是很可耻的，你查了重处有问题了，一样会被抓出来去处罚，一样会去这个社会性死亡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依靠法律。知识产权保护这件事情，你肯定是说特别严格了，整个这个社会就没有创新了啊，就被彻底杀死了。如果彻底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也没有创新。所以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东西一定要在适中，对吧？有些东西我们要保护，有些东西呢还是要适当的放松一些，这样才可以往前走，对吧？否则的话，这个社会会变成一潭死水的。啊，至于说最后海盗的问题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海盗是法律和这个规矩最严明的一个团体了，对吧？因为为什么？就是每一个人有枪的社会，如果你的规则非常的这个不严格的话，啊，或者非常的松散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你背后掏出枪来，砰一下，啊，给你来一下。大家要注意，就是传统商船上面，这个它是各种规则，其实有时候是非常不平衡的。海盗的规则是非常平衡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枪，对吧？这个你必须要保持，你可以背对你的船员，然后还不会被人在背后打黑枪，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至于说财产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的海盗财产，对吧？建立起来的很多像美国、英国、西班牙，很多都是拿海盗财产建立起来的呀，对吧？谁说人家的财产都必须要藏在山洞里了，对吧？人家直接发私掠证，对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是谁维多利亚直接发私掠证啊，你就拿去这个拿着证你就去官办海盗抢去，对吧？这个回来以后，钱依然可以存在银行里，这个所以我觉得不要断章取义啊，很多事情
我们从来不以抄袭为荣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抄袭永远是可耻的。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这个通过自己的这种道德要求或者自己我觉得怎么样啊，就去套别人。所有认为啊这个抄袭就是十恶不赦的人，那么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啊？你做的哪件工作是从头开始创新的，对吧？是不是你做的工作也怕被人指责，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了，还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要以己度人吧，不要这个上来就这个一下拔得无限高啊，这个事儿是很无聊的。然后我们再看看黑暗森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发照单攻击，一个自媒体就陨落了，是这样的。其实文革就是这样，中国人老作风了，是的。像我们以前就经常讲说，哎，什么样叫够啊？你说我现在给他处罚了，什么样叫够？我以前老讲什么叫够啊？枪毙立即执行，够了吧？对吧？这个很多人说啊，这不够，他认错不诚恳，然后怎么样啊？这个就很扯。能抄明白的都是好的，是的。很多人就是自己抄都抄不明白，然后就说啊，你怎么可以去抄呢？说一个和我行业相关的证啊，资质啊，无人机区域运营资质，还有这样的资质吗？现在有无人机的那个飞手证啊，在国内可以考。切入低空经济的无人机经营企业想合法经营，要有这个资质，又是一个权力寻租的机会。中国我觉得好多证是这样，就是你可以考，考呢也不难，然后你考了以后呢，你依然也不会，对吧？然后这个你别人呢，这个还可以借，像我们以前经常有时候借这什么会计师证啊，借各种的那个，像我原来还有人找我借这个那个基金从业资格证，然后还有人去借这个各种审计证书，什么都有人借，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大家开心就好了，这个没有那么重要。查了一下，猫一杯1分钟的广告费报价40万，真的不贵啊！搞笑夫妻小店要命，是的，来了来了啊！候鸟大叔，感谢。智力达到创新的水平，难道看不出要润吗？哎，这个我觉得国内也在努力吧，赶紧润吧。咱俩岁数差不多，我钱不多，前后准备了2年啊，刚刚到加拿大，以你的实力更没问题。哎呀，我的状态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好多人是这样，就是你看别人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这个很厉害，其实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这个就这个叫不得已的地方吧。我们教育是求稳，扼杀逻辑能力。关键有太多东西你没法逻辑，你咋弄啊？大家好，先点赞，对，点赞了没？点赞了没？这个100多人啊，今天人不多嘛。该声讨的是抄了之后非说自己原创的那伙人，是的。所以就有很多人上来以后喊遥遥领先，这些人我是从来都在骂的，对吧？这个一直就没有停过。但是有些人说你只要抄了我都可耻，这个事儿我呢还是要跟他们掰扯掰扯啊。什么叫够？文革有答案，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1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现在就是文革呀。对，再往后啊，咱们继续读评。丰田用上华为智驾，老美会让丰田继续卖吗？如果用华为系统啊，这个呢我们讲了啊，第一个。它用的是华为硬件啊，并不是用的华为的软件。软件呢是由丰田自己投资的一个叫这个 Momenta 啊，由这家公司做的，对吧？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美国有可能是可以卖的。第二个就是丰田这一次的计划呢，是他宣布了我要做这件事情。至于最后在哪些车型上用，这些车型到底在什么地方卖？其实并没有最终的确认啊，有可能最后这些车型还是只在中国卖，这个呢，所以大家不用为丰田那么担心。好，再往后，为什么特斯拉就要执着做全视觉，多个激光雷达，多个维度的数据，不是更加轻松吗？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整个做 AI，大家在追求一个事情叫端到端。端到端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头
输入的是视频，那头输出的是结果。至于中间的部分，我们就不管了，完全让大模型去涌现，搞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你就不能给它超越人类认知以外的这些东西。你一旦给了它这些东西，就没法做端到端了，对吧？你说，哎，除了视频之外，你还有一个激光雷达提供的数据给你，那么它这个端到端最后训练出来以后就会有问题啊。那么它一定是说拿纯视觉去训练，对吧？然后呢，做端到端，如果你算力足够，然后用现在大模型的方式啊，灌足够的数据进去，就可以达到效果。现在纯视觉方式其实有几个大的问题啊。第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摄像头跟人眼其实是有区别的。咱们人眼在晚上是能看清东西的，但摄像头在晚上你是看不清楚的。你必须要改 ISO，或者是你要改这个每一张照片的这个曝光时长。然后你一旦改了曝光时长，你想它这个玩意儿开得很快啊，一个小时开这个60公里、100公里，开这样的速度。你在晚上去拍的话，比如说我们有些人玩过摄影，你拿着一个摄影机，大晚上啊，这个光照条件很差的时候，你想去拍的时候，它出来都是糊的，对吧？因为摄像头进光量就这么大，这个但是人眼到底是怎么实现这个事儿，我其实没太搞懂啊。所以这个里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是搞不定的，包括人眼也不需要白平衡，对吧？摄像头是需要白平衡的，对吧？而且人眼其实是不需要对焦的，对吧？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东西，就是同时有远景和近景的时候，这个我们不会觉得说，哎，我需要这个对焦到远景和近景，你两边都是看着清楚的。就是你看到那种有一个近景特别清楚，然后远景完全散掉的那种，都是靠很特殊的镜头拍出来的，人眼是看不到那个效果的，对吧？这些东西其实是真正困扰他的问题啊。他如果能够啊，比如说解决一部分这样的问题以后，那么进行端到端的这种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啊，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再往后啊，国内应该是推车路协同，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车上就无需强大的算力了，接收路上的信号就能开了。我倒是有几个以前的同事啊，原来我盛大的同事，后来是去中国电信做车路协同去了。但是这件事儿呢很困难，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做道路施工这个事儿很爽啊，为什么？因为可以有钱拿嘛。但是现在没钱啊，从上到下都没钱，所以呢，这个就搞不定。他们当时是去什么高速公路啊，就是去一些高速公路上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发现，去高速公路上做这个车路协同，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高速公路本身自动驾驶的难度就比较低。然后真正难度高的是在这种开放道路上，就在城市里头。但是你城市道路，你要想进行整个城市的这种大型的改造铺装的话，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你就想吧，以咱们现在这个状态，你真把哪个城市整个改掉了，然后呢，这个过程中可以有多少人就直接就财富自由了，有多少人就挣得盆满钵满了，然后最后改出来那个东西会长成什么样，对吧？这个谁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这个到这儿就变成一个死局啊，它走不出去，所以只能是以当前的道路情况去做啊。这个车路协同这件事儿，最后在什么地方可以推呢？就是工厂里啊，或者是这个码头啊，这个大的仓库里头，它可以玩车路协同啊。开放路线都没戏，想都不用想这个事儿。再往后啊，这个丰田应该不会全球使用，最多国内版，要是全球使用欧洲、北美市场就不要了。北美对丰田可是最主要的市场，丰田有没有大陆市场根本就无所谓，供应一些特供车罢了啊。这个事情呢不好说，因为刚才我也讲了，它这个丰田最终并没有宣布说到底是什么样，只是现在国内在传说这不是特供车啊，而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但是最终还是要等到丰田真的有这个装着华为车机的一些车真的去卖，而且丰田的车上其实使用华为零部件，就是以前大概也用过啊，不是说这是头一次，原来也就有只是一些硬件，你并没有去宣传它。好，我们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这个一般是早上、晚上，中午的很少。魅族超了三星外观，没人骂魅族，反倒是
现在大家都管三星叫这个南韩小魅族，哎，我还真没听说过南韩小魅族这个名字啊，这算不算鼓励抄袭？这个名字首先我没听说过啊，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的这个，叫做普及吧。其实你对于三星来说，他如果告诉他说我现在重新给你大陆市场，你愿意叫这个南韩小魅族吗？他肯定愿意。大家首先做的是生意，对吧？大家不是来做道德楷模的。这个三星在国内这个到现在也没缓过来。小米和华为的方案将来肯定是纯视觉的。呃，反正我觉得小米跟华为都属于有点工程师文化，他们就是能用什么就用什么，他们其实属于那种比较没有理想的人啊。这个特斯拉是比较有理想的，现在只是技术限制，但是没有马上点出结果，用起来先收点钱再说啊。这个看吧。呃，陆正他们虽然并不是最黑的，但确实是黑的最露骨的。我亲眼见过，头2天才换新马路牙子，没过2礼拜啊，扒了挖开下管子，这是很正常，这都是钱呀，你不把它动一下，它怎么有钱呢？啊，魅族不是叫珠海小三星吗？这俩名字我都没听过，但因为我既不是魅族的用户，也不是三星的用户啊，我以前用三星。这个听了老范那一期讲猫一杯的老范说去法国是浪漫的情调，但是现在法国黑人成堆，看看世界杯的法国队，姆巴佩在里边算是肤白貌美了啊。这个，跟大家讲讲法国吧，这因为我还确实去过一次啊。这个我是2015年啊，好像是2015年，然后呢，在波尔多待了1个多礼拜。去之前呢，我那时候有一个手下吧，算是，就跟我讲啊，因为他是在法国念的大学啊，念的研究生吧。他跟我讲什么呢？他说在法国很危险，千万不要这个拿着手机上街。说在法国，只要是中国去留学的留学生，每个人至少要丢1到2只手机。说咱们上地铁都是举着手机就开玩嘛，然后呢，你只要敢在地铁上把手机掏出来，就不是你的了。他们不光是偷，是明抢。然后呢，去的时候其实我就挺害怕的。等到了波尔多以后呢，波尔多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小城市啊，很小，但是非常美。这个因为它的酒庄嘛，都是这样的。这个到了那儿以后呢，就是它的城市大概是有一半都是白人，或者是可能像我们应该基本上在白人区里头吧。然后呢，过了城市中间这根线，到了另外一半就是开始有阿拉伯人和黑人。啊，然后呢，我们走到那儿以后，呃，有一次就不小心走到另外一半了，然后呢，看到对面黑人朝我们走过来以后，就吓得我落荒而逃。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啊，还有几个同事一起就落荒而逃了。所以呢，对于法国到底是不是很乱，是不是这个叫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只能说，我进行了那样的心理建设以后去了，然后呢，确实是有点害怕啊，确实如此。但是到底其他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并没有在那儿真的被黑人伤害过，或者是被人抢过手机啊，这个事儿我没有经历过啊，也就如此了。这个同意 Peter 啊，好吧。今年巴黎奥运会的安保不看好。哎，现在国内都在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巴黎奥运会准备让他们在塞纳河里游泳，说那个塞纳河简直脏的跟那个印度恒河似的，对吧？里头大肠杆菌是标准的大概200倍还是几十倍的一个样子，这个就简直脏的完全没法看了，而且还特别臭啊！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反正国内都在传这个事情，这个有去过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在巴黎很安全啊。对，我是没去过巴黎，我是去波尔多的时候在巴黎转机。但是呢，也确实有很多人说在巴黎被抢、被这个偷啊、被勒索这个事儿是有的。我19年、20年跨年去了巴黎，老佛爷无论是购物啊、导购还是顾客全是中国人，一晃神儿以为进了国贸了，好吧？呃，塞纳河确实不干净，这就塞纳河非常干净。
这看来这几年还是有变化。土拨鼠老师，巴黎奥运会今年说要开放，游河塞纳河运动员入场式，这个有什么地点，有什么本地观点吗？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去年9月份刚去的，好吧，你这个算是比较新的信息了。好，再往后啊，这个华人工程师攻占 AIGC 主导权。IT 界从来就是华人天下，注意，不是中国人的天下。印度人在美国的名声鹊起，也是在2000年前后，人才这个背景太单一，就是懂数学和管理的一群人，而且只是管理者和打工人。华人早就起步，甚至同步于美国白人，比如电脑磁带机发明人王安博士，还有更早一些效力于 CAD、CAM 公司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那个时候，美国甚至没有印度人什么事儿。再者说了，中国人总是忽视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对中国的帮助和助力。纯粹在软件开发工程师或者企业管理方面，在美印度人量多一点，但是在具有发明和自主创业方面，印度人别说和中国人差老辈子了，和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帮忙的华人，连白人总量啊、也不敌华人啊。中国工程师普遍基础扎实，有根底，电子实验到数据结构、算法、软硬件制造、配套集成等等。中国人或者华人人才综合知识太强，而且华人更可以大陆、美国左右逢源。说印度人比华人厉害，也一说根本就是外行说法，好吧？这个人讲的我很开心啊，这个虽然他讲的未必客观，但是呢，这个作为一个也算华人吧，这个我们还是稍微有一些与有荣焉的。这个再往后啊，这个是网易跟暴雪复婚把这个《暗黑破坏神4》忘了啊，这个是有人提醒我了，因为我说暴雪好长时间没出新游戏了，但实际上最后一个新游戏是《暗黑破坏神4》，刚出不久啊，这个也不算是那么旧的作品了，应该是去年6月5号发行的啊，经人提醒，特此刊物，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看这边还有什么？枫丹白露的天鹅不错哦，好吃吗？能吃吗？怎么吃？对吧？一般叫能好怎？我当年在巴黎吃了一顿四川火锅，还有麦当劳，白去了。你这是白去了。我在波尔多是吃了很多当地的法餐啊，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不住在法国，去巴黎也是去旅游我在巴黎吃过炸酱面，好吧，就差来一套香榭丽舍煎饼果子了。你们这些人去了以后，就能不能克服一下自己的中国胃，对吧？巴黎有一点我非常不爽晚上不到6点，饭店不开门。这个，反正我在波尔多的时候去一些饭店也是这样的，排队真的排非常长。衣服上是话筒吗？是的，这个是个话筒，是大疆的这个麦克风。高级餐厅都这么有调性，24小时开门的是麦当劳。是的，没有啊，我在波尔多有一些这个日料店也是24小时开门的，只是开日料店的是中国人。还有100天可以看奥运了。哎呀，希望奥运会之前能够把俄乌冲突结束了吧，或者几个大的仗都给它打完。说说咱们神舟18又要上天了，太空站里边都做什么实验，对人类文明有哪些影响，对工业发展都做了什么贡献呢？土拨鼠有人点节目了，这个交给你了。神舟18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太空这个中国的这个叫做出空间站都干了什么？对吧？对，这个有人点单了啊，这个回头我们一起来整这个。这期节目就算是没人看，咱们也录了，对吧？这个中国虽然
可能各种不如意吧，但是我觉得航天人还是很努力的。好吧，我还好，我在巴黎没吃汉堡，吃了，哎，法国大煎饼是什么东西啊？赶快给我普及一下。我在巴黎吃过干炒牛河，放奶酪的干炒牛河，好吧。老范不细说一下日本地震帮助消化的情况吗？这个这个就不再说了啊，这个已经溜回来好长时间了。法国煎饼果子我吃过，摊煎饼的设备跟咱们是一样的，卷的东西不一样，有大肉肘子，挺好吃的。哎，这个看来我要去尝试一次啊。俄乌这仗有的打了啊，现在是战略僵持，我觉得也快差不多了。对啊，就聊聊天啊，是。法国煎饼还是挺好的，这个回头研究一下。这几天美股狂跌，亏大发了。我这几天是比特币狂跌，亏大发了。某些国家寻衅滋事，真是倒霉啊！这个没办法。法国煎饼配红酒啊，布列塔尼大煎饼用刀叉吃，哎，我还没吃过这东西，回头我得研究一次啊。我在法国买了一套摊法国煎饼的设备，在家自制天津煎饼，效果一样。你这个天津人啊，你说你在天津咱就吃够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还非要跑到美国去用法国的煎饼设备啊，去摊煎饼，这个实在是没法整啊。这个好，我们继续。马云和蔡崇信的阿里发言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没有哪个公司能够抓住所有机会，一次又一次的赢。人生能赢一次就够了，后面能做尽量维持现状就可以了。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同意了。就是公司这种东西啊，其实挺难维持的啊，它真的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你如果抓不住机会呢，就会咔嚓一下就没了啊，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虽然欧美有很多这种百年老店啊，或者是几百年的公司，但是我觉得以现在中国互联网创业出来的这些，就是底子不是那么稳定，然后整个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个状态下，这个维持是不行的啊，绝对不可能维持。再往后啊，说这个拼多多的价格不便宜啊，很多比淘宝贵啊。哎，这个事儿就说对了。哎，现在呢，大家都是什么呢？就是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就是给普通用户留下一个说我这里买东西便宜的一个心理印象，然后呢，再把更贵的东西卖给你。跟很多超市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今儿打折促销了啊，赶快来！来完了以后，我要把剩下那些比较贵的东西卖出去，要不然光打折促销这事儿不是赔本撞吆喝吗？这事儿是不行的呀。对吧？这个，所以呢，大家都在干同样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儿便宜，那个东西那儿便宜，最后大家比的是什么呢？叫选择成本，对吧？你说，哎，我今天要买一个什么新的设备了，然后呢，我是想都不想就去拼多多呢，还是我要把淘宝、拼多多所有东西都打开去比对一次呢？啊，对于我来说，我肯定现在想都不想去拼多多了啊，因为选择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再往后，说两个人讲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啊，其实我觉得看很多人讲都是正确的废话，这个像我讲的废话还未必正确的。说第二个啊，1+6+N 吧，如果真拆开以后，没有一个能够达到他们心目中估值的一半的啊，这个我觉得呢，第一个拆开了以后，依然对于现有的上市公司和这一年上市的一些公司来比，他们依然是优质资产，而且是优中选优的优质资产。至于估值的问题呢，这个大环境稳中向好，你咋办呢？这个事儿你也没有地方去哭诉去，对吧？然后第三啊，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做电商和支付起家的阿里，主营收入主要是抽头和广告，其他业务都不值钱，也不盈利，大部分盈利还是广告和业务抽成。等要回去认真做电商支付，发现已经卷到没有落脚之地了。最后半死不活是大概率事件啊。最后这一点呢，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啊，因为电商真的不靠这个支付啊什么这玩意儿挣钱啊。
电商真正挣钱的第一个是广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抽成其实也不挣钱，抽成是最不挣钱的。就是第一个是广告，然后第二个是贷款，就是甭管是做供应链金融还是给这个普通民众去放贷，对吧？这个事儿是最挣钱的，就是最挣钱的是金融啊，其次的叫流量分配，这个是电商真正挣钱的地方。而就是马云原来想的好好的，我在支付宝里边做这个流量做这个金融，但是呢，国家咔嚓一把把那个支付宝那块给它切了啊，你干不了了，你只能回去做这个什么啊，做流量分配去，那么他就要重新去思考这个事儿怎么弄啊，这个事儿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注意啊，全世界各个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啊，贝索斯也是当过首富的，对吧？像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首富都是跟电商零售这块出来的，包括像马云这样的，对吧？这个是有原因的啊。塔主好像可丽饼跟布丽塔尼大煎饼不是一样的东西。可丽饼是不是那种带格的那个东西？而且还要自制果子啊，果子我觉得好吧。法国的煎饼叫做可丽饼，没感觉。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啊。大煎饼是甜口的，另外推荐巴黎黎巴嫩冰激凌，开心果和各种坚果碎堆满冰激凌表面啊，满足感十足啊，这个没吃过。鸡蛋灌饼啊，回头再去吃吃。计划好好赚钱啊，明年夏天看看能不能再去一次。哎，现在国内有一种特别神的东西叫鸡蛋灌油条，就是他先把一个油条搁进去炸，炸完了以后呢，炸了个半熟吧，或者说可能也炸熟了，然后呢把它捞出来，头上开一小口，因为它那个油条等于外边是那个脆壳嘛，然后里头实际上都是大量的孔，然后把那个鸡蛋打散了倒进去，然后再扔回去炸。哎，现在有很多地方在吃这个东西，你可以试试。拼多多现在给 Timo 美国佬大砍价，对国内用户疯狂割韭菜。哎呀，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你赶上买贵了，你就赶上了这个事儿，说明人家的策略成功了，对吧？你如果说不行，我就不买，不就完了吗？巴黎确实是国际都市，塔主肯定随便逛，英语通用。在法国我就不用英语了，嘚瑟一下啊，这个看来你还是可以讲法语的呀。就是老街区有点脏乱差，满地尖头和流浪汉，好吧。我记得我是去多伦多的一个大教堂后面，然后就看到满地的针头和避孕套。巴黎最好吃的其实是面包，比德国、瑞士的好吃。但是法棍儿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般啊，这个反正我对法棍儿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带格的是华夫饼啊，华夫饼我买了一个华夫饼的机器，然后没有买那个做华夫饼面浆的那个机器，然后回来就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可丽饼是日本煎饼，啊，可以裹冰淇淋哦，这样的东西，这个我好像吃过。溜了，摸完鱼回去上班，好吧。鸡蛋灌饼的妹妹，鸡蛋灌油条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特别高碳水的这种零食啊，现在比如说有做那个叫什么东西，叫糯米卷油条啊，或者叫糯米饭。他们什么呢？就是拿糯米捏出一个东西来，然后把油条卷里头，再搁肉松、搁糖，然后卷成一个长长的这种棍儿，然后去吃。好像是在福建还是在广东那边吃的东西。哎呀，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说这个我实在是太喜欢了，但是你如果真给我一个，我还真不敢吃那个玩意儿。山东菜煎饼也很好啊，少油多菜，健康又好吃。不知为啥，基本走不出山东附近。这个我以前有一些山东同事啊，大家一看到他说：“哎，
说是不是山东人啊？说你咋说知道呢？我还一句话都没说呢。他说你一看就是啊，长了一张正直的脸，一定是山东人啊。为啥？因为他那肩膀特别硬，然后你要咬嘛，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特别发达，就是这个咀嚼肌特别发达，一个大方方正正的国字脸，还一定是山东小伙这个，所以这个你说他为啥能走不出山东，就是这个原因。按坡县标准，到处脏乱差。巴黎牛角好吃啊，牛角我是很喜欢的。猫以为很简单啊，矫枉必须过正，舆情必然压制，还是年轻不懂事儿。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他就属于撞正了，对吧？不是肥肠卷大葱吗？这个还真没吃过啊，这个确实是有这道菜。巴黎面包确实好吃，法棍儿是就菜吃的啊，一小篮子啊，当早餐或者零食的法国面包种类很多。其实我在法国吃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就是他会给你法棍儿或者是烤的那种很小的那种小面包，圆的，然后呢先吃菜，因为法餐好多菜都是带那个汤汁儿的嘛，然后再拿那个东西抹盘子，哎呀，那玩意儿真好吃。但是后来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这个啊，不是那么文雅吃起来。后来法国人说这有什么的，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对吧？你不要被这个什么电影骗了，这个才好吃呢。啊，这个对深夜放毒，那这个那怎么办呢？就讲点好吃的呗。有过一些观点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 AI，最近突发奇想，如果星舰真的能达到马斯克说的发射规模，当年冷战时期的太空大战，实现起来啊，真的太容易了。我觉得还是不要想大战的事咱们还是想去火星吧。我也想拍视频啊，这个没有绿幕啊，没有绿幕。有吃过烧饼卷油条吗？啊，这怎么卷？烧饼圆圆的这么点儿，怎么卷油条？大饼有卷的啊，但是大饼卷带鱼我是见过的，但是大饼卷我还真没见过。啊，吃牛角太有犯罪感了，太油了。是的，这个牛角真的是好吃啊！你想他做牛角的时候，完全是一块黄油搁在里头，对吧？那个真的是挺过瘾的。这个，所以我那时候还研究过，就是他们做牛角的时候用那个东西叫开酥鸡，就是他把一块这个黄油，然后压在这个面里头，然后一定要用那开酥鸡去用。后来我就问我说，为什么中国人从来不用开酥鸡这种东西？后来也想明白了，中国呢，但凡是搁油分层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的各种的这个油酥啊什么这玩意儿，它是死面，它不是发面的，对吧？然后呢，像牛角呢，它等于又要这个分层，又要发面，所以它必须用开酥鸡，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多吃费牙口的东西，有利于孩子牙齿长整齐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点啊。牛角，日本烤肉啊，是有一个叫日本烤肉的叫牛角，但是那个我觉得真不好吃，我去吃过几次。法棍儿还是趁热吃，凉了就这个牛皮糖了。法棍儿，但是你吃到热的真不容易啊。背后的声音听起来像交易软件啊，这个也不是了，它就有的时候会有 Discord 会响嘛。法棍儿重点是酱，好吧？法棍儿我也是用来擦盘子啊，那个真的是好吃。上海这个叫滋饭团就是糯米加油条，还放糖。上海这是上海的，我在上海没吃过这东西。我在上海吃的比较印象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个叫糯米烧麦啊，那个东西真好吃，但那玩意儿也是很有犯罪感的。大饼卷油条是有的，这个牛角我们这里做不出来，成本太高，也没什么做不出来的。北京原来有牛角村，我原来每次去牛角村都会买几个大牛角回来，给儿子去解解馋。但是后来实在是太有负罪感了，就不买了。但是现在牛角村好像已经倒闭的差不多了。运人上火星是经济的做法吗？还是说送一些人其实就是满足太空开拓的条件？更多的新人类靠人工生育，这个怎么说呢？你像大航海时代，大家坐上船去美洲是经济的做法吗？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应该也还是在那儿生的吧？
这个制作工艺太复杂了。有一次我抽风想自己在家里做，看了 YouTube 视频之后就放弃了。那开酥的过程太麻烦了啊，法棍儿存放时间长，买回来吃之前要热一下啊。这个我对吃法棍儿真的是没什么想法。但是呢，国内有很多欧包啊，就是那种加了很多奶酪啊，什么那种加了各种干果那个东西，我还是很喜欢的。啊，刚进来是吃播嘛，这个不是吃播，就是今天正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吃了，他们讲到法国了，就讲到吃了，对吧？去了法国才知道，不是只有中国人把土豆当菜，各种土豆泥啊，做配菜的也是够了啊。这个我觉得土豆还是挺那个什么的。糯米烧麦北京没有嘛，就是它不叫没有，北京你看什么没有啊？它是世界的北京的中国的首都嘛。但是这个肯定是全哪儿的菜都有，但是糯米烧麦我印象里是上海菜啊。我去北京还没吃过烧麦。北京的烧麦呢，其实是三种啊，就是你能吃到三种烧麦。第一种呢叫做广东烧麦啊，广东烧麦呢里头是有虾的啊，主要是肉。然后第二种呢是糯米烧麦，实际上就是这种上海烧麦。然后第三种叫内蒙古烧麦啊，或者叫蒙古烧麦。蒙古烧麦里边是纯肉啊，而且是羊肉，而且外边这个皮呢是死面的或者叫烫面的，它不是发面的啊，那个也很好吃。吃播挺好，哎，这个吃播我告诉你真没法整。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说吃性，然后你比如说我这儿真搁一堆吃的东西，然后一边吃一边播，这个根本顾不过来。去法国还推荐吃淡菜。淡菜是什么东西？哦，那个东西北方叫海虹，在国内特别便宜，去了法国就高大上了。那东西不好吃啊，我吃过的，反正在国内吃过，我觉得真不好吃。牛角，很早前稻香村1毛5一个，很好吃。这个还真没在稻香村吃过这玩意儿啊。可以聊吃，每一个人流一脸哈喇子，擦擦脸，接着看直播，对呀，多好。各种酒拿来，熬一桶淡菜，确实好吃，好吧。好，接着读评论啊，我们评论还没读完呢。这个马斯克的星舰基地演讲解析啊，说回头看，马斯克每一步都提前几年甚至10年，电动车、自动驾驶、AI 机器人、星链、脑机、充电桩、储能、火箭回收、太空加油、火星基地，每一步都是先发，而且是开创市场。估计有生之年无人能匹敌了。这个怎么说呢？有些人我觉得马斯克还是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其实另外一个也是这种叫先知型的人物，他就没赶上好时候，最后穷困潦倒，对吧？这个人是谁？叫特斯拉，对吧？这个特斯拉所有的东西都是先大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开始去做，到现在还有很多特斯拉的发明被破解，说到底行不行，到底可不可以搞定这个事情，对吧？对，反正每过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而且马斯克呢，我觉得跟特斯拉比起来，更是工程师啊，他还不是科学家，他是工程师，而且呢，他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再往后啊，是上个世纪的太空竞赛是国家与国家的竞赛，而这个时代的太空竞赛是商业驱动的，也就是成为私人公司的竞争。埃隆·马斯克的太空基础运输系统的想法，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都变成了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家要想到，你一旦变成这个商业公司了，它就要盈利，对吧？马斯克我觉得最强的点就是说，他通过 SpaceX，通过 Starlink 让整个系统盈利了。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很难很难的啊，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地方。现在大家想的靠这个东西盈利的方式，一个是做 SpaceX 啊，就是做 Starlink 这种做通讯啊，做这个通讯运营商。还有一个呢，其实很多人在思考说，我们上小行星带去采矿吧，对吧？小行星带里头实际上有很多的行星，这很小的这种行星里头那个金属物质或者一些地球上不是那么好开采的物质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很好采，对吧？很多人想干这件事情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机会成为现实。再往后开个脑洞有没有可能马斯克不会真的送人上去，而是把脑机接口开发到与上载新生那种情况一样，
把人的意识上载到火星，控制无人机建设火星，像玩经营类游戏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你就不用无人机了，马斯克人家自己造了那个东西叫 Optimus 啊，叫擎天柱，对吧？那么如果他可以把人类的意识直接上传到火星，然后在火星上控制擎天柱去做各种事情的话，那么你不需要上那么多人上去了，对吧？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再往后这个是感觉中国有个思想误区，总是想弯道超车而不敢开辟新的领域。这个既然 SpaceX 已经做回收火箭和星链了，中国就应该开辟新的领域，没必要总是跟在别人开创的领域，比如搞粒子火箭、星际太空飞船这个事情呢，我是不同意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别人既然开了新领域，我为什么不能跟？对吧？我觉得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去跟，有人会去开辟新领域，这个才是正常的市场。然后呢，跟随的人里头，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开辟新领域里头的人，也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只是呢，开辟新领域需要更大的投入，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且如果成功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任何时候，中国也好国外也好，都会有人同时选择两条道路这个都是一样的。而且最后都是选择跟随的人成功的比例更高，但是取得的成就更少选择另外开辟新的领域的人反过来。但是中国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政府的政策性没有那么好的延续性，对吧？你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开创性新的东西出来以后，可能未来它不归你这个事儿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因为这个开创新领域这件事儿，甭管有多难甭管要花多少钱，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时间周期一定是很长的，就是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你在一个很不稳定的环境下去做一个这样不确定的事情，那么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这个再往后还是这个马云跟蔡崇信这一条，是张勇就知道作假，他一上台就逼着商家做假刷单。我那几年正好在做淘宝，17年后刷单成风。这件事是这样就是在张勇上来之前肯定也刷，张勇上来之后呢，他也不会说你们来刷单。但是我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讲过，张勇是个 CFO， 对于他来说，他只看数字，他是不看数字背后的逻辑的。那么他既然只要求数字，那这个数字到底是你真做出来的还是刷出来的，他其实不在意的，对吧？我只要是这个东西数字上去了，然后我的股东，我的美国的 SEC， 美国的这些投资人，他们也看这个数字。那如果张勇自己都不看，那么美国这些人就更不知道底层逻辑是什么样了，对吧？他就是这样来干活的一个事情。所以 CFO 去管企业，你如果底层没有一个特别完善的这个运作和监管机制的话，就会出现张勇这种事情。再往后GPT-5畅想说 AI 导游网上攻略90%以上不靠谱，你怎么做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既然90%以上不靠谱，那我们训练大模型的时候就想办法去伪存真一下嘛，对吧？然后让它尽可能的对齐，这个事儿就是大模型要解决的问题嘛。好我们再看这边。北方烧麦类似包子喜欢糯米的，在南京吃到过。北方是没有烧，北方实际上只是就是我们见过北方烧麦就是蒙古烧麦，北京自己是不吃烧麦的。海虹最便宜的海鲜，我是真的不爱吃海虹小时候吃，我家冰箱一堆海虹。小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家里人说，哎，你还是要营养丰富一些，对吧？又买不起别的海鲜，然后就买了这个东西回来吃。有时候熬汤的时候会放那么一点点嘛，提味儿但是真的不好吃。丝饭团也可以包油条加榨菜粒咸口的。这个我还真没吃过，我在上海还没见过这东西。吃播要联合直播，这个，哎呀，你关键像我这个状态，其实吃不了多少东西。像咱们在
泰国的时候，你们去吃饭，比如说咱们去吃东西，其实我吃不了太多，所以看我现在吃播呢，他吃不痛快，吃播一定要那个咔哧咔哧吃的特别香，吃的特别痛快这事儿才行。而且呢，我对于吃播这件事儿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很多吃的东西，这个词汇比较贫乏，对吧？这个上来一说，哎呀，这个东西真好吃，实在太好吃了，好香好香，我太爱吃了，也就这种语言，所以这个真的没什么意思。这个必须联合直播，一个人负责吃，一个人负责播，这多痛苦啊！对于负责播的这个人，我觉得对于负责吃那个人也很痛苦啊。啊，先知型人物啊，我还以为说贾老板，贾老板呢，其实，哎，他我觉得也是生不逢时吧。下次去法国一定要试试啊，绝对颠覆你固有印象，啊，跟国内对比，味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海虹吗？好，有机会去试试啊。他下周回国的代表，对，土拨鼠老师啊，咱不会法国做法，况且人家家的那些佐料咱也没有啊，这个不一定。法国这种做法可以研究一下，他们好像很多是酒，用法律底线去进行商业活动啊，在日本社会是不行的。啊，道德一定制约商业行为，在日本啊，这叫口碑，几百年的老店靠的就是口碑。这样先进与否不讨论，但是让消费者舒服，对。但是现在日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种几百年传承的老店现在要失传了，对吧？日本政府说这样，我给贷款给你们，谁愿意去收购这些老店？没有人愿意去拿这个钱，对吧？你真的把这老店收了以后，你拿它没办法的，对吧？哎，对了，我今天后边这个画儿叫做宫崎骏风格的日本面包房，对吧？很漂亮吧？这个日本面包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啊。小行星带离地球比火星还远，在小行星带着陆要消耗更多的推进剂，还是先把火星搞好，再去搞小行星吧。这个，所以有可能像那个什么，就是为了全人类那样，就是先建火星基地，然后呢，把那个小行星拖到火星上去开采，对吧？而不是拖回地球上来开采。那个糯米卷油条，江浙地区传统早餐叫饭团好吧？但我这次去日本吃了他们的那个，这个饭团是真的让我很痛苦，就是这是我唯一不爱吃的日料，就是像纳豆我都可以接受啊，但是他们那种饭团里头卷的那个鱼子，就是又腥又咸啊，那个实在是受不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爱吃那个玩意儿。咱们国家就是人多，工程师多，完全可以都要。这个不知道在讲哪一段了啊。现在手机无线充电就是特斯拉发明的，对，磁感线圈。但是特斯拉说这个磁感充电是可以进行非常远距离的能源传输的，到现在咱们都没搞明白到底怎么弄。台湾饭团也很好玩啊，能放肉松、皮蛋、炒过的酸菜，当然重头戏依然是糯米和油条。讲究点的地方会放一点，会放一整排的配料，像 Subways 的。哎，这个台湾我还没吃过这东西。我去台湾，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什么？早上起来喝粥，去酒店吃早餐，然后呢，它专门有一个台子是粥，然后旁边是所有的配料非常全，然后那叫好吃啊！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应该吃粥的啊。范老师，我刚才从头听的啊，刚听到关于抄袭的话题，我对这个事儿的看法很简单：如果法拉利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那法拉利肯定就提告了啊！不单指苏七外观设计这件事情，很多涉及设计领域的均适用，因为专利法，对界定抄袭很规范。但是你说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创新，我不太赞同。那国外不仅重视知识产权，创新也很多，这两个不冲突的。所以你要想清楚一点啊，这个外观专利最终被无效化和由外观专利去进行的这种判罚其实是很少的。因为我以前是做过专利相关的工作的，就是发明专利想去做一些这种判罚还要相对容易一些，外观专利很难很难。然后第二个呢，
就算是法拉利有一定的一些外观专利，对吧？你想去靠这个东西去告赢别人，其实也是很难的。你就跟特斯拉最早的那个 Roadster，我觉得像什么来着？反正它也是抄的别人的车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然后至于说知识产权是不是越严格了以后它就没法创新这件事儿，这个你看看日本，你再看看欧洲，再看看美国，美国是知识产权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地方，对吧？这个你就要知道这个事儿是相对来说的啊。就是日本跟欧洲属于知识产权更严格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创新呢就相对来说会慢很多。饭也能够换成五谷的，呃，这个五应该是五吧，这个繁体字有时候认不准啊。牛角、法棍儿我都实操过，疫情期间牛角很成功，但是有负载感，太多黄油，法棍儿就不太成功了，皮不够脆，可能是烤箱不够专业，不能一边烤一边喷水。后来只做酸面包了。哎呀，你这看来很强啊，你可以做出这么多烘焙来，这个实在是很强啊。之前说到训练大模型就跟养孩子一样，你也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不可知。刚刚马斯克更新 X 说，我刚刚意识到养孩子就是长达18年的提示词工程，是这样的呀。但是马斯克的孩子真的养的，他是有一个孩子跑去做变性了，是吧？老范为什么吃不了多少东西啊？这个身体不行，岁数也大了。在平台眼里啊，商家就是被薅的，比如美团天天给用户发大额券，然后逼商家赔本参加活动，不参加就警告降权。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美团呢其实是在维持整个平台的一个前进，如果大家都不参加，那就不参加呗，这也没什么关系，对吧？谁让你们联合不起来呢？海鲜啊，我觉得海胆好吃，但海胆我真的觉得一般啊，海胆没什么味儿。国内熬汤放海虹都不如放花蛤鲜啊，好吧。猫一杯的事情谈过了吗？好像还没有，后边还有几条。海胆还是要生吃啊，日料经典吃法。对，海胆我吃过。对，Subway 我是一般的啊，不太爱吃那样的，不如汉堡来劲。对，我也是不太爱吃 Subway。Subway 其实毕竟它还是个冷餐啊。日本还有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梅子啊，用腌梅子拌饭特别酸。我觉得他们腌梅子好多都是下酒的，就是一杯热的那个日本烧酒，然后搁一个梅子在里头。有一家叫桃源眷村的台湾饭团，这个好像在北京已经最后一家店好像已经关掉了，好，国内可能都已经彻底倒干净了，或者可能还剩极少的店。酸包能成功也是很强的，是的。看饿了，北京的确是美食荒漠，没有什么原创好吃的。哎，又来了一个要原创好吃的。北京有太多原创好吃了，关键看你敢不敢吃了。比如说豆汁儿啊，豆汁儿就是北京原创美食，我是不敢吃啊。麻豆腐我还可以，然后焦圈也还可以。做吃播能用到的词汇，我教你：顺滑、爽脆、扎实。这肯定不能讲这些，这都是口感，对吧？人家要讲说这个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对吧？你一下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个需要用董宇辉文学来去写，咱们哪能这么去这个用这么粗糙的词汇去讲美食呢？好啊，再继续。周日吃药直播那一期啊，这个有人因为我在那次讲了散人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就有人讲了，说老范把5月散人的风波拉到了女厨子目的是拉散人投资入股开店的角度，好像太牵强。明明是散人等人投资开饭店，从国内低价招聘女厨师，却被散人描述成了为女厨师开店帮人润的好人好事行为，这不是典型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吗？我觉得这位朋友呢逻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咱俩说的其实没什么区别啊，
对吧？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是，双方的预期不匹配，然后沟通和交流又不是很顺畅。那么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描述我的感觉是什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对吧？就是双方这个匹配度稍微差了一点嘛。再往后虐待动物在美国违法，经典案例可以参考当年亚特兰大鹰隼队四分卫 Michael Vick 的虐口案子多人被起诉判刑那这个很好在美国这个事情是可以判刑的，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再往后，疫情时同学在华为的国外市场一起开会的兄弟新冠挂了，他还是坚持工作，开各种会，还不告诉家里，家里至亲老人离世，父母、媳妇、孩子都瞒着他，就是让他全心去工作这是任正非逼的。如果从个人到家庭都感觉都不觉得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会彼此欺骗、隐瞒吗？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想说什么华为里头是有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公司里都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大公司里边去工作的时候呢，会很容易的有一种就是我们要跟着这个巨大的机构一起往前走的这种假象，或者说我们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因素去影响小集体荣誉感嘛，就是我的集体好了，我的公司好了，我的这个什么好了，然后他会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比如说在华为上班，甭管华为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或者我们喜欢和不喜欢，从他个人的角度上说，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说是威逼，还是欺骗，还是说他自己的心理有问题？我觉得没必要去分得那么清楚，对吧？但是他必须去这么做了这个事情，那这个现实就是这样，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我也有一些同事在华为里面上班。你现在敢在他面前说任何华为不好，他马上跟你挤，对吧？他就是这样。你别说华为了，有些人买了蔚来汽车，你敢跟他说蔚来汽车不好，他也马上翻脸把你拉黑，对吧？他人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不需要逼你，对吧？逼你的是什么？就是你花了50万买了一辆不是50万，比如30万吧，买了一辆蔚来的汽车，然后你就觉得我一定要说这个蔚来好如果我不说蔚来好，我就变成傻子了。这玩意儿跟皇帝的新衣很像，它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去解释这个问题是 OK 的。好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豆汁儿麻豆腐我都吃但是不算是美食北京的美食呢是这样就是北京所有的美食呢，基本上分几个流派吧。第一个呢是从满洲那边传过来的一些这是一块儿。然后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讲的是，比如涮羊肉什么这些东西是从满洲、从蒙古、从这个地方传过来的这是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山东菜，就是北京所有的官府菜，对吧？或者说什么谭家菜什么这些东西呢，包括烤鸭，都是山东菜。但是呢，这些人虽然是从山东把鲁菜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他也是在鲁菜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很多的改良和改进，所以呢，现在它自成一派，叫官府菜，对吧？在北京比较有名的就是谭家菜然后呢，再往后一类呢，是这种叫做小吃。小吃呢，就是北京穷苦人吃的东西，像刚才咱们讲的什么豆汁儿什么焦圈什么炒肝还有这个叫做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来着卤煮什么这种东西都属于是这种就是小吃但基本上就这3样东西你在北京，你说我一定要找一个真正北京原产的东西其他地方都没有的，那这个呢确实有点难为人，对吧？你像这个地方，多少朝古都，每一个地方，你说我做人古都的时候，这个皇上来的时候总得带点他们家乡好吃的东西，然后在这儿吃点家乡味儿吧，对吧？明朝的皇上是安徽人，对吧？再往前的皇上可能好多就是立足在北京的皇上都是北方来的，对吧？到了清朝的皇上，肯定满汉全席嘛，那满洲的菜都是从这个叫做什么地儿呢？都是从东北从什么内蒙从这边来的。
然后汉家菜呢就是官府菜啊，就都是山东菜。所以你说这北京本地真正土生土长的北京小吃，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啊，就是穷人饭。梅子手卷非常好吃，哎，这是什么东西没吃过啊？这个卤煮火烧我也吃啊，但是不算，都不算是能上台面的美食啊，也就是烤鸭还行。烤鸭就是鲁菜，标准的鲁菜，但是人家鲁菜里是没有烤鸭这道菜，它是鲁菜系到了北京以后，然后再去发明出来的一道新菜。这个大肠头也好吃，这个其实我还是能吃，但是真的一般。老范是老北京嘛，爱喝豆汁儿嘛。我不算老北京啊，我其实是江苏人，江苏常州人。豆汁儿我喝不了啊，这个麻豆腐还凑合。卤煮我其实现在已经吃不动了，来者不拒。散人，那个是颗粒度没对齐，是这样的。他的车要是老出问题，或者在老厂被251了，那就不知道态度会不会变了，什么意思？没看懂这是说的哪段啊？大企业里面自己给自己 PUA 哈，我在大单位的时候也有过，看我头像能猜出来，这个我在哪个大单位，这玩意儿咋猜呀？这个没看明白啊，这个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结了缘的东西了，这个看不出来了啊，用饭团做头像啊，饭团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啊，吃过丽家菜不咋样，好吧。反正我吃的谭家菜，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丽家菜好像我也吃过，然后还吃过那个在中关村那边那个叫什么？想不起来，反正都是官府菜啊，其实还可以，只要你别让我出钱就行。你让我出钱，我就会觉得很难吃，因为那东西特别贵。个人的观点就是，从来不劝别人改变看法，也不耽误一起做事情、做朋友。是的，自己汽车发布会也想学雷总讲情怀啊，还煽情，然后把员工逼疯，这个疯狂加班啊，甚至错过孩子出生，说出来被骂惨了，是这样的。豆汁儿就焦圈我是豆汁儿真喝不了，我的焦圈都是空口吃的啊。烤鸭是南京烤鸭改良的，是吗？这个我还真不太确定啊。南京是吃板鸭嘛，炒疙瘩穷人乐啊，炒疙瘩、炒猫耳朵，反正各种就是北京有好多这种穷人菜啊。常州，这个赵云是常山啊，赵云是河北人，对吧？他不是江浙人，人家是河北的。这个我其实北京口音是很重的啊，我是京味儿非常重的。好，再往后，猫一杯啊，这个有人说了啊，这个他这种虚假制作、骗流量的作风不可长啊！如今网红大 V 简直没有底线。我觉得你在一个官媒都没有底线的地方，为什么会要求网红有底线呢？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奇怪呢？对吧？难道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对吧？这个郭德纲每次去讲说于谦他爸爸怎么样了，于谦他媳妇儿怎么样了，说你作为一个说相声的，你怎么可以胡编乱造呢？对吧？咱是不是先要求官媒不要胡说八道啊，然后再说下边这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底下这些人，他瞎说点什么事儿，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对吧？你像我就每天跟大家说，哎，我讲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啊，你们要注意啊，我天天这么讲啊，这个我从来不认为啊，这个他讲的东西一定都应该是真的，都应该是讲真话的人，叫新华社啊。当然，新华社讲的东西你到底信多少，跟我没关系啊。所以保持这样态度的人啊，这个我觉得你的思想比较奇怪啊。再往后冒一杯啊，这个编故事可以，最初不说明是编的可以，他后面也完全可以说明啊。他不仅不说，还继续想办法圆谎，说什么找到家长了，所以被罚绝对是天经地义。你知道他是主播，他的风格，其他人不见得知道啊。我就一直以为
是两组大陆游客去巴黎到同一家餐馆出来的事情。再补充一句，我倒不认为他应该被永久封禁，但是一定的处罚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几个月、1年吧。这个呢，我也非常的不认可。第一个，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假的，其实谁也不知道，对吧？虽然现在他出来承认说这事儿是假的啊，我就从头到尾就是编的。那么你觉得在后面有这么疾风暴雨的打击下，他前面说这个话就是真的吗？对吧？这个事情，既然你觉得它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那为什么它就不是呢？而且很多人编这种故事，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他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或者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再去摆拍的呢，对吧？这个其实都不是问题。至于说前面说，哎，我先编了一个，编完了以后，后边再把这谎圆上，其实也是说他去衡量了以后，觉得这样去处理，对于他的传播效果最好，无可厚非啊，没什么毛病。你比如再讲郭德纲，对吧？这个郭德纲每次出去调笑于谦的时候，都讲说这什么，哎，你看于谦这事儿，你们怎么就当是真的呢？对吧？我跟谦儿他爸爸，对吧？我们都是这个很尊重的，对吧？到那儿就真的是怎么样了跟那个谦儿嫂，对吧？这一部分这个就是真的呀，对吧？他有时候也会再找回来。那你说郭德纲，你都讲到这儿了，你怎么能不这个端正态度呢？对吧？他还是在上面说相声嘛。对吧？你怎么能要求他前面说相声的时候，嬉笑怒骂开了个玩笑，后边就一定要严肃认真的来赔礼道歉呢？对吧？这个就很奇怪而且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国家政府机构都没有要求删号，都没有要求去做各种封禁，对啊，但是他的所有的合法权益就直接被剥夺了，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再往后，双减应该是政府为数不多的可以不掏1分钱又提高生育率的方法，结果还被这个网红编故事带风向，说政策执行没有到位，自然会得罪一些当权者。编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女网红团队负责政审的那个人水平有问题，他们可能以为只要不端蛋糕出来就一切好说，但国内敏感的事情实在是非常多。这件事儿呢，有几个错误啊。第一个，双减并不能提高生育率，对吧？双减了以后，这个其实生育率是下降的，因为双减了以后，为了让孩子进行这个考试，这个其实负担是变重了的，对吧？你把一些原来可以大明大放做的事情，然后变成地下工作者了，那么这个事情你以为成本降低了吗？一定是提升了会变得更难。所以呢，双减并没有提高生育率这个事儿一定要讲清楚。然后第二个，这个网红编故事这件事儿来说，绝不是说拍脑袋随便编的，一定是有原型的记住这句话，这个事情不会是一点没有一定是有你让我现在去编故事，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团队来，咱们编一故事吧，我去编一个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那这样的事情会有流量吗？会刺激起大家的这个心理的共鸣吗？不会的，对吧？再往后说，这个政审这件事儿，其实它是个玄学，对吧？这个事情如果不是猫亦飞不是猫亦飞说的，是我说的我就5万个关注，对吧？我说完了以后被几千个人看了，会有事儿吗？屁事儿没有，对吧？它是某些事情有人说得，有人说不得，而这个事情呢，又完完全全是个玄学，对吧？你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把握的那么你说，哎，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如何如何，想都甭想，你轮到这一天了，对吧？你就只管认就好了所以为什么说在中国，它就是这么个社会状态嘛？对，常山是石家庄吗？这还真哎，好像是。我记得年初深圳好像出了虐待小动物违法，但是不知道执行没有，这不知道了敲圈不比牛角油大多了，其实不一定因为它炸完了以后再复炸，所以里头其实没有那么多油，而且咱们都是素油焦圈我还真没吃过，吃过这个炸油饼配豆腐脑这个你在北京吃没吃过糖油饼糖油饼我印象里可能是天津菜天津著名小吃，那玩意儿真好吃。
就是天津人做那糖油饼多大的个儿，大概1米多长，啊1米半长，然后呢应该有1米宽，然后整个拿一个巨大的盒子去炸，炸完了以后，然后切出一段一段吃来，哎，那个东西，反正看着我就想着就流口水，但是又不敢吃。还是在卤煮店吃的啊，这个油饼我是不太爱吃，但是我爱吃油条。对，郭德纲说："你们看电视知道是假的，看电影知道是假的，怎么到我这儿变真的了？"对，这是郭德纲天天说的事啊。行不可吃，日子味不可测。啊，如果提前道歉了，会不会被封呢？不好说啊，这事儿真不好说。没底线的比猫一杯多了去了。但凡有看过带剧情直播的，都不会把这个太当回事儿啊。这位观众心理状态还很年轻，是的，我觉得也是。以为双减是为了让大家去生孩子的人，都太天真了。是的，真有如此认为的观众啊，还跑出来听油管这个我也是觉得很神奇嘛。这个有的时候是稍微的有点天真啊，普遍违法选择执法，而且我真不认为说我在这编个故事，在这搞个笑就算违法，我从来不认为这事儿是违法。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薛定谔的准则，你根本就摸不着底线，到底红线在哪儿？第二个是凭什么网红就是道德楷模啊？真的道德楷模谁当网红是这样的？你真正该需要道德的人在里头，其实从来不担任何责任，是吧？很多人说啊，你这个央美怎么就胡说？你这个领导怎么就可以前面说话不算数？你这个比如说上海不封城的这个人啊，你后边怎么样？说不会人传人的人，你后边会怎么样？人家那个不叫造谣，人家那个叫不计个人荣辱，知道吗？对吧？这个像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们说错了叫造谣，人家那叫不计个人荣辱，对吧？你看我连个人的面子都不要了，对吧？我为了这个大局，对吧？我不计个人荣辱，这个格局一下就打开了。现在上海还是适合打拼的城市吗？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打拼了。素油比荤油健康是伪命题啊，这个倒是真的。坚定不移的为糖油饼打 call，对，这个是真的好吃。嗯，这个我在北京是有一些饭馆做糖油饼是什么呢？就是它那油饼就这么大，然后呢，那个在饭馆门口支一个小锅在那炸，啊，你可以说，哎，我这个吃饭的时候要一糖油饼，然后他就给你这么点儿现炸一个，那个也确实很好吃啊。这个成了无实物吃播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是聊会儿吃呗。现在还用不同颜色的糖做糖油饼啊，炸出来像彩虹旗一样。这个不知道以后是性少数餐厅吗？这个我还真没见过用这个不同颜色糖，一般都是用红糖啊，哪怕是白糖，最后炸完都是黑的，因为你一旦炸完了以后就焦化反应了嘛。无实物轻辟啊，这个全靠想象。是的，上海肯定还是机会最多的城市之一，好吧？听说猫一杯22年回国，到现在被封刚好2年，中国的网红打法，我觉得该改了啊！目前这种灵活红线，感觉网红越做大，做长越威是点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不应该回国，老实出去就完了。别说猫一杯长得真漂亮啊，我觉得一般吧，属于不难看。编这么大个故事，也让部分观众跟着找人，还越编越深，没有一点心理负担。我觉得这故事大吗？对吧？真的不大。嗯，所以你看郭德纲还是比较强吧，人家就只编自己身边的人，编来编去都是于谦，对吧？他不会编外人，所以他就没事儿。这个下回就这个毛玉飞再编谁，就是我侄子。哎，网又不灵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让我去看看。网网
网换一个，哎，现在可以了，刚才突然卡了。啊，全网封禁的机制是什么？平台对，就揣度上意啊，就是干这个事儿，就是不停的揣度上意，不懂就问。有火出中文圈的中国网红吗？李子柒啊，我听一个厨师朋友说炒菜用荤油才好吃，那肯定的，猪油炒菜多香啊！还有不同颜色的，这个我是没见过啊。有了滤镜，稍微端正一些的人都是美女，感谢滤镜。东亚四大新发明是的，咱们现在都是叫东亚四大邪术啊。荤油确实香，是的。老范一说糖油饼，我想家了，怀念小区边的回民小馆啊，糖油饼好吃是。不计个人荣辱，唾面自干啊是。B 站的护尘风也被封了，不知道能不能解封啊？不知道，没看过他的东西啊，没有卡啊，好吧。我这刚才是好像卡一点，通过 AI 英语配音的郭德纲说相声，就没有 startup 什么的这个这个不了解，不卡好吧。听天津出租车司机说，郭德纲以前曾经有过说天津拖拉机厂的段子，后来被群起而攻之。自那以后，所有的主人公就都是于老爷子了，好吧？猎豹盛大当时的员工颜值水平怎么样？这个你看我，对吧？我这个我觉得在当时属于在这些机构里头也算中人之资吧。那你说这个颜值水平怎么样呢？双减就是基础劳动力少了，哎，我觉得双减就是一个，咱算了，不研究这事儿了啊。关键是猫一杯 YouTube 的账号还被自己隐藏了，虽然不知道账号是 MCN 还是在他本人手里头，但是这个事情太惊悚了。我是很想知道猫一杯的 YouTube 是什么情况啊，我也想知道，但没法去了解。我在上海，上海还适合我见到商场里面装玩具的小生意人啊说的。搞护尘风和搞西兰的手法是一样的。哎，这个反正 B 站就属于更是一团浆糊吧。再往后还有几条，AI Pin 翻车。从开始看 AI Pin 的新闻，我就觉得 AI Pin 不靠谱。目前看，只有 AR 眼镜能够取代电脑屏幕的交互功能，手机的生态位还是无法撼动的。按照老范最后的观点，只有 Quest 3的娱乐游戏属性能和手机抢时间吧。这件事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看到每个新生事物的时候都说，哎，我觉得你这事儿不靠谱。这样的话，你正确的几率是90%，就是你看到任何一个新生事物，你都去说这玩意儿不靠谱那么最后正确的几率是90%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所以呢，大家看我的节目，其实你会就是如果你们看的时间长，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当大家都说好的时候，比如 AI Pin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好的时候，我会说这东西有问题可能有哪些问题。但是它翻车了以后，说这东西都不行的时候，那我一定还要找出它有什么优点来，对吧？这个是我录节目的一个特点，对吧？不能说人云亦云，一定要找出自己的这个想法来那么至于说 Quest 呢，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难，但是 Vision Pro 有机会但是这个 Quest 跟 Vision Pro 的区别在哪儿？就是 Vision Pro 通过更强的算力、更贵的硬件堆叠，让这个头晕的问题被解决了。因为 Quest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头晕那么你如果头晕的问题解决了，如果 Vision Pro 继续往前发展，你真的可以出街了，可以带着上街溜达了那它真的是有可能取代手机的最后然后是特斯拉10%裁员，特斯拉在国内不可能卖得好中国能从特斯拉弄到的技术都弄到了是时候让国产车自己赚钱了就像现在的苹果在中国也不行了一样。对，苹果在中国的跌也是跌得很惨很惨这个而且基本上不可逆。但是我觉得特斯拉呢更不太像苹果，特斯拉像什么呢？特斯拉其实更像三星，对吧？三星在国内有一段时间也是如日中天如日中天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在长安街上走，长安街上所有的公交站牌子上刷的全是三星家的广告，
没有任何一个落下的。啊，那个时候三星是真火，但是现在你看还有人用吗？就真的是少太多了啊。虽然三星在全世界卖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基本上被废掉了，所以特斯拉有可能会走三星这条路，而且特斯拉在这个里边的技术壁垒呢，真的没有苹果那么高。再往后说特斯拉怕个屁，自己1毛钱本钱没出，全是贷款，土地都是对赌合约免费租的，倒闭了，大不了烂摊子扔给中国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这个都是签的合同，对吧？这个你真的欠了钱，真的欠了银行的钱，他不是说找你特斯拉中国要，他是找你特斯拉的总部要。这个事儿你是不能够说我一拍屁股就走人的啊，这个事儿是不行的。这个你说，哎，你欠中国政府的钱啊，或者你跟中国政府的对赌没有完成，你欠了中国的各个供应商的这个零部件的钱，欠了宁德时代的电池钱，他是会到美国去起诉你的。这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不能这么搞啊。再往后啊，老范帮忙分析一下擎天柱将来对特斯拉的影响。我觉得擎天柱呢肯定是特斯拉的一个重大方向啊，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但是呢，也要抓紧了，要抓紧了。为什么呢？就是擎天柱的核心是它比波士顿动力的软件好啊，但是呢，它又比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机器人的硬件好啊，它是介于中间的东西，就跟原来是谁来着？就讲说这也是个说相声的啊，说在说相声里我最会唱歌啊，在唱歌里我最会说相声，对吧？他是这样的一种人才，就是擎天柱实际上是这么个东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他说，哎，我慢慢造，哎，我又像造这个，比如说 Cybertruck 一下造个4、5年，然后呢交付还交付不出来啊，如果干这样的事情啊，那他可能就很麻烦，因为呢，软件的部分 OpenAI 是跑得飞快啊，如果 OpenAI 加上 Figure AI，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大堆的这种硬件厂商说我们都用 OpenAI 来去做训练了，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么特斯拉的这个擎天柱可能就没有它的时间窗口了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如果它能够快速把这事儿搞定，然后继续这个，比如说明年就把它推出来，那么这个可能特斯拉还是有机会的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刚才有这个讲火星那个啊，我们其实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擎天柱里头是不是直接挂脑机接口就完事儿了，对吧？现在用脑机接口的人已经可以去玩游戏，可以去玩文明，可以玩很多游戏了。那我直接把这个脑机接口挂在擎天柱身上，是不是有一些别的不同的思考方式呢？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想象的吧。再往后啊，是最后一条啊，特斯拉裁员10%。特斯拉在中国建立完整供应链的同时，并没有像苹果一样把关键部件屏蔽，自以为是的公布免费专利，现在局面没救了啊！这个我觉得认识是不正确的。苹果其实真正的关键零部件，可能也就是它那个 A14、A15这个东西是它自己的，其他所有东西实际上都是在中国或者台湾或者这个日本这些地方采购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他自己的，对吧？然后特斯拉里边那个芯片也是他自己的呀，对吧？也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他自己，这剩下东西都是买的，对吧？所以在这个上，苹果之所以到现在还可以再努力的折腾一下，不是靠某一个零部件啊，或者某一个关键技术，不是靠这个东西，它靠的是完整生态往前滚。特斯拉，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讲了，它跟苹果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完整生态，对吧？车卖完了以后，后边的所有的这个商业模式都太薄，所以它走不通苹果这条路，对吧？这个是特斯拉啊之所以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好啊，我们再看看啊，我还以为猫一杯被全网封禁，还以为他暗示那个是这个，其实有点过了啊，这个我觉得不用瞎猜，为什么呢？因为就算那个人的儿子这个事情是真的，对吧？按照年龄计算，那个小孩现在应该是2岁，吧？因为是2022年出生的嘛，所以还轮不到拿暑假作业的时候啊。国内能上谷歌云吗？其实是可以啊，谷歌云网站上不去，但是你如果把谷歌就是网站挂在谷歌云上的，国内是可以访问的。看运气，它有些 IP 是封的啊，有些 IP 不封。据说猫亦飞把自己的油管也清空了，这感觉和文革自我批评、自我阉割差不多，哎，这就是文革。
这个好吧，当年猎豹的女员工的好吧，对当年猎豹的女员工的幻想破灭了。为什么呢？我不明白你到底对他们幻想点什么，对吧？猎豹也是有女员工让高管离婚的呀，对吧？也是有这个闹到什么各种事情都有啊，对吧？所以我说我这样算中人之姿嘛，肯定有比我好看的，对吧？天啊，这个靠性连连看还是很有趣的，这个我觉得没必要了。我们通过科学上网，在国外平台上点赞评论，万一上头需要追溯个人简历嘛？这个想太多了啊，不会有这种烂事儿的。而且像我这种就是 nobody 啊，很多人都讲啊网红怎么样？你像我一共就5万多关注，这个肯定是 nobody 妥妥的，对吧？所以大家在我这儿还可以稍微的放心聊会儿天儿。猎豹都后期了，哎，这个也不能这么讲了，富盛还在很努力的折腾呢。散人说 Twitter 账号、谷歌账号绑定国内手机很危险，老范怎么看？其实啊，你绑定哪儿的账号都很危险。这个关键还是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是你到底说了什么，第二个呢是到底有多少人听了，对吧？这两个东西要乘起来，才能够算出你到底有多危险，然后最后还要再乘一个不可知的因素。三星在国内当时确实瞬间就崩了，是的，好像说特斯拉，对，特斯拉是 N+3啊，是这样的。特斯拉带进来的被分时带走的是债务或者毁灭，它应该带不走什么债务或者毁灭。其实特斯拉到现在还是盈利的啊，就是全世界都是盈利的，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希望的是特斯拉，你就老老实实在中国生产，生产完了以后，我拿船给你运到全世界去卖去。但是特斯拉它不干呀，对吧？看苹果都跑得这么欢实，那我也得跑啊。所以呢，他就把中国的裁了，然后到国外再招。而且呢，你看他现在裁员，现在是4月份，你到年底你再看，特斯拉的人数可能比现在还多了。所以他就是把可能中国的人裁了，然后到国外再招去。玩文明可太厉害了，是的。三星手机那玩到一样的，机翻简中系统好多年了，都没改明白啊，不知道，因为我用三星用过一段时间，我是什么 Note 2、Note 3，可能 Note 4用没用过我忘了啊，反正我是用过几年三星 Note 的，然后感觉还行。苹果什么和生态，我觉得苹果还是生态的这个护城河非常深。国内访问得了 OneDrive，我就一直在用啊。但是 OneDrive 它反正也属于玄学，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啊。海外安卓品牌除了索尼、三星，也没有别的像样了。不，我觉得只有三星，索尼都不像样。擎天柱机器人还遥远了点 FSD 的问题在法律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哎，这个所以就不用管它了呗。主要是三星爆炸了，又赶上了萨德，反正哎，这个其实很多在中国的这种策略呢，都不是这样的，就是都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说处罚到什么程度，都是上行下效，对吧？我记得原来讲的什么叫宰相高高坐庙堂，然后呢，突然就想去丈量，然后呢，就从上到下都要去丈量，就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中国很多事儿就是这样。所以你赶上这一锅风了，而且一旦赶上一锅风以后，最大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你闭嘴，不许说话。啊，猫一杯它现在这么多账号被封了以后，它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申诉，对吧？那它就只能如此了。国内互联网行业干什么有可能干到退休，还是润出去吧。脑机接口如果成了神经可以控制机器了，肯定是先把各种机器肢体装身上，走赛博朋克路线了。这个不好说，不好说。Model Y 还是去年销冠46万辆，好吧，看今年怎么样了呗。OneDrive 网页版因为有分享文件的功能被强了，客户端可以正常使用。啊，这我还没注意啊。索尼现在和谷歌一样，手机基本属于玩票状态，反正也不亏钱。是的，就是我见过一些用索尼手机的，好多都是图它那个照相，就索尼手机照相特别像。我描述的不清楚啊，国内本地同步 OneDrive 没问题，但 OneDrive 网页打不开，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读评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有200多人陪我们一起读评，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这200多个赞，我看我有200个赞没？没有啊，我只有30个赞，你们太吝啬了，对吧？都看到现在了，都要结束了，每人给我点个赞，咱去走。老范在家做油管时间长了后，会不会觉得出一次门都累？是啊，我是觉得出一次门都累啊。所以我就看看你们谁还愿意请我去你们当地去玩去，对吧？这个我们去东京已经组织了线下见面会，对吧？这个你们谁愿意请我去玩，然后我就跑到你们那儿去做见面会啊，但是你们得出钱，我算好了成本，然后你们出了钱我就去。这个索尼手机不是图照相，是图小巧，屏幕不挖孔。没有，索尼手机挺大的呀，反正我见过那款特别大，然后照相特别好，就像单反一样。点赞点赞，是的。我看看现在有几个赞了，55个了。哎呀，看这个赞这个东西还是要一下对吧？不要它就没有人来赞。哎，这个大家以后这个看直播呢，还是要赞一下的啊。这个看节目呢，你喜欢就赞一个，不喜欢就算了。索尼去年一共卖了5000台，不会这么少吧？不应该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卖个几十万台吧。这个，但是我没查数据啊，咱们就不在这儿胡说八道啊。这个真不知道。这次属于突然直播，赶上了个尾巴。不是啊，我们是每周三晚上8点开始，每周五晚上8点开始，我们都是固定直播。然后这2个时间之外的都属于叫突然直播。然后这2个时间点，如果我的直播会取消或者延期改期的话，我会单独发通知，对吧？那么就是固定是这样的。哎，给大家看个好玩的吧，在最后离开之前，对吧？这个给大家看个好玩的啊。这个最近在玩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这个还是值得给大家展示一下的。呃，哎，来，这个先贴个屏幕，share，这个，这是我去用的大模型做的小说，来走你。然后呢，它现在是调用的本地的 API，就开始去调的本地的大模型。因为原来给大家展示过欧拉玛嘛，所以它就是上面这一句话是我写的，然后呢，底下它就会开始去出这个小说的内容啊。我看一下，是没有报错吧？好像没有。稍微等它一下啊，它就要开始出了。好，出字儿了，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我现在在找一些朋友一起看看是不是做一个自动写小说的一个工具，对吧？然后我们就写好基础设定，写好这个一些这个转折或者什么这样的这个要求，然后呢，这个大模型就会自动的替我把小说写了。后边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哟。索尼手机不是大，是长，对，那个屏幕总觉得视频怪怪的，两边是黑边是的。这个这次属于啊，这个是刚才讲了，不是啊，直播应该赞一下，是这样的。听说国内用谷歌手机微信会被封，没用过啊，没试过。下次搞个网页浏览直播，什么意思？索尼相机还是卖的不错的，
相机我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索尼相机也不用了。索尼确实有个潜望镜的活动镜组啊，但是问题是价格太高啊，那是贵一点呗。啊，一边上网看新闻，一边跟我们唠嗑，不是上网看新闻啊，那个网页是我写的。索尼中国区，因为这数据宣布退出了，好吧。国内互联网行业看数据机房啊，看数据机房能干到退休吗？不好说啊，国内啥都未必能干到退休。你看我们的小说还在接着写呢，对吧？就不用管它，然后它就吭哧吭哧吭哧就写去了。兵器时代2买了啊，这个我也装上了，但是实在是有点玩不动了，就是买了算致敬一下吧。类似吃播和游戏主播，一边分享浏览器屏幕，一边唠嗑。啊，这浏览器给大家看一下，是因为这个事儿好玩啊。你看这个大模型已经给我写了2000字出来了，对吧？用的什么语言和框架写的啊？这个系统是用 Ruby on Rails 啊，然后框架的话，底层是就是它的大模型它是用的 Ollama，然后呢，现在在干活的是01万物的 E34B 啊，这2个东西在干活。我天，这家伙这也有点太能聊了。写小说的程序上下文是怎么解决的？它是这样，就是Ollama 生成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会出一个矢量的一个数组，就是用浮点数大概有1000多个吧，或者1000个上下的一个浮点数形成一个数组，然后在生成下一段的时候呢，把这个数组发给他啊，然后他就可以去干活了。索尼 A7 单反，然后基本上是国内各大自媒体和官媒的必备品。对啊，我家里也是 A7 啊。不会，我是谷歌的手机，对的，所以没事儿啊。好，这个程序就让他在后台接着写吧，他就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就给写小说啊，每一章给你写个2、3千字啊，然后是 OK 的。刚到，先打个卡。这个用的本地模型是的啊，用的是Ollama 挂的01万物的 E34B。所以我现在因为跑了这个，我的这个电脑现在开始呼噜呼噜响了。你看这下头有字数，说这个字数还在继续上升，对吧？你看。好，大家都点了赞，咱们就撤退吧。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已经1个小时50多分钟了。我们这次获得了70个赞，还可以。结束直播，没有问题了吧？我看看这边还有一条，咱们再把这条念了。用这个写那些学习心得、学习报告的，是不是很爽？没有任何问题。那写这玩意儿更爽了，写小说还是算难的。好，大家再见啊，晚安。